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庆穗农机。那今天这个影片呢，就是要介绍关于割草机的一些刀具配件。那我相信呢，有非常多的新手，呢，他不太知道说自己应该适合哪一种刀具，究竟是要用尼龙绳呢、牛筋绳，还是要用这个刀片，还拿哪一种刀片？所以说今天这个影片就是要来大家介绍一下各式各样的名称，然后以及它的这个尺寸。该怎么样来做这个挑选的部分？好，那我们影片开始吧。那其实市面上呢有非常多种，很多类型的这种刀具，那也有各家出各自的专利品都有，那我就把店内比较常见的几个比较多人会买的，然后拿出来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那我先从这个刀片来跟大家做讲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见的一字刀。这个四方形、长方形的这个我们都叫它一字刀。那这种一字刀的话呢，尺寸有分成8寸、1尺，然后1尺2、1尺4。所以台语就是说我们的一尺、尺里、尺细，不一样的长度。那建议的话就是你的长度越长的话，建议你的马力数要越大。你的马力数要越大。像是例如说 TB50啊，这种比较大排量的 ，OK， 那再从这个一字刀再去做延伸的话，有像这个叫做菱形刀，菱形的，还有像这种弯月形的，弯月形的。那做这种大致上主要是针对，例如说要减轻它的这个负荷，减轻它的负荷，然后让它的这个割草的效率变得更好。那很多品牌有指定说要用这一种弯月形的。或者是人家讲弧形的刀片啊，弧形的一字刀，那主要是让它的割草的效率更好，然后更耐用这样子。那这一个的话是主要针对于水田要除草用的，那个水田要除草用的。好，那针对这个一字刀啊，你看它有不一样，你看这个就是有烤漆过的，这个就是没有烤漆过的。那差在哪里？第一个有烤漆过的比较不容易生锈。那没有烤漆的话，就是比较适合，例如说职业的啊，他们就是一直抄、一直换、一直抄、一直换，所以他们就会买这一种。那有一些自家用，他就会买这种烤漆的，因为他可能用个1年多2年都还在用同一片，那就怕会生锈这样子。好，我们往右边来看。好，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像这个就是东林标配的这个三角刀片。那三角刀片呢，比一字刀多了一个角出来，所以那个三角刀片的话，它的这个耐用性比较好，但是它的割幅啊，割草的范围会小一点点，所以说有些人会比较喜欢用一字刀的原因是这样子。那一字刀的话，通常也是比较便宜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这个的话，这个叫做漩涡型刀片，会针对一些例如说比较密集的杂草，甚至是说芒草啊，我们这边有些人就是蛮喜欢用这个来割芒草，也有。好，那再往右边看，好，这一种的话，我们就称它为圆锯片。那圆锯片的话，基本上上面就是有这个我们常见的叫做钨钢，或者是叫硬质合金，有人说硬质合金。那我们常听到的就是说坦卡隆。坦卡隆就是这种上面有附这个这个钨钢。那其实这种圆盘锯的话有小片的，像这一片的直径就是190 mm， 190 mm。然后像这个比较大片的呢，就是255。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有写，直径255mm 大片的跟小片的。那圆盘锯呢，还有分说它的尺数，像这个的话，它是40尺的，好，这个也是40尺的。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到了60尺。好，那主要呢，你尺数越多的话，就是越注重它的切削能力，它的切削能力。然后这种圆盘锯比较针对于综合型的草地，例如说你有灌木、有杂草，那你用灌木的话，你用一字刀的话，就是会比较没有这么好用，或是三角刀片也不一定比较好用。跟大家讲一下，像这个圆盘锯的部分啊，你看到上面都有大大小小的孔洞啊。每一件设计的那个都不太一样，那各有各的特色。那主要它这个要打洞，第一个要轻量化，第二个要降低这个风阻，这个跟空气之间的那个阻力，然后轻量化，然后降噪，就是让它那个声音变比较静音型的。你会看到有一些就会写它是静音型的，你看它上面的那个孔洞啊，就会很特别。它主要的几个一些功用就是这样子。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上面的涂层，它上面的涂层，那有一些涂层啊，它的比较特殊的涂层呢，它也可以降低我们这个针对于空气的这个阻力，这个是有效让它降低阻力，然后让引擎的负荷变比较小一点，那也可以让你的声音降低，所以说针对于孔洞跟它的这个涂层，主要的作用就在于轻量化。然后降低它的与空气的摩擦力，降低它的风阻，再来就是静音，要静音，主要是这几个功能。所以说这一种各式各样的刀片的话呢，主要就是看在你用在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地形，例如说你都是一般的杂草啊，什么恰杂摸草啊，那你可能就会使用这种一字刀，或者说像是那种有些人会用来割那个韩国草、台北草也会有人用一字刀，或者这种弯月型的都有，主要是看你习惯，或者是你觉得哪一个效率比较好，其实很多人全部都有买过，他都试过，然后他就挑他用起来最顺手的。好，再来进入比较多人常用的就是牛筋绳，或有人会说它叫尼龙绳，或叫割草绳等等。好，那我自己都叫它牛筋绳啊，那牛筋绳啊，它的尺寸规格分成哪几种？第一个，我们会先看它的长度，好，我们把它拉直它的长度。那基本上呢，以正常的汽油的割草机的话，它都是23公分长度，从头到尾23公分。好，那有一些像电动割草机，它会出19公分、20公分，好，那也有人出就是25公分等等。那基本上很简单，你越长，你的引擎或者是马达，它的负荷就越重，因为它的这个阻力就越大，好，上下震动、左右摆动的这个阻力就越大，好，所以说根据你不一样的机种，你去挑选不一样的长度，好，那当然你越长的话，你会比较耐用一点点啊，可以用时间比较长一点点。好，再来第二个重要的这个尺寸，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好，你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正方形？好，它的形状。那这种正方形的话呢，它怎么分呢？有分成这个有分成3乘以3 乘以3 mm。好，我们讲的3乘3。那也有3.2乘以3.2、3.5乘以3.5。好，它是一个正方形。好，那当然你越粗的话，好像3.5乘以3.5，好，它就是比较耐用。好，但就是它的这个阻力比较大一点。好，对于引擎啊，或者是甚至对于电动割草机的这个负荷比较大一点。好，所以说比较标准的基本上是3.0比较多人用。好，有些人会用到3.2、3.5都有。像这个的话，就是20公分，东岭在用的，比较短一点点。好，比较短一点点。再来这个颜色的话，来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五角形。好，五角形。好，那你的角越多的话呢，你的这个切削能力会比较好一点。好，你在打断的话会比较好，这个切的能力比较好一点，但是它比较不耐磨。好，相对于四角形跟五角形比起来的话，四角形比较耐用，那五角形的切的能力在打的能力会比较好一点。好，然后再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这2包，这个是利山。好，利山
就是我们电动工具的那个力山啊，它出了电动割草机，那他们也有这个专利的这个防这个藤蔓的缠绕。如果说你家里有那种藤蔓啊，哇，很麻烦，很长，那个被这个藤蔓缠着，整个都是啊，你又要停下来又要用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力山的这个专利，它的这一种防藤蔓缠绕的这个牛筋绳，那它的话。它这样是一整包，它这样一整组的，你可以买一整组的。那如果说你已经有它的这个专利的割草盘，这个什么牛筋盘的话，你也可以只单买它的牛筋绳也可以。它有分30条，也有分60条。那它长度有分19公分，也有分这个像这个23公分，比较长一点的。OK， 那它这个标准的话就是3.5乘以3.5，它是比较粗的那一款哦。那它的这个设计啊，就是可以达到比较不容易缠绕我们的藤蔓，这是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的，非常的厉害。那我自己也有试过，效果真的还不错。那它的话也有针对它自己的盘啊，因为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厚度做比较厚，所以说呢，它必须要用钳子，它有附一个钳子，他们力山自己的钳子，有没有？很有质感的钳子，然后就可以把它夹出来，这样子，因为怕有些人会比较不好用，它就有附一个钳子在里面，它有卖一整组的，然后也有单卖这个割草这个牛筋绳，有单卖这个牛筋绳。好，那像力山的这个专利的牛筋盘啊，它就是穿一条线而已，它就是穿一条线而已。OK， 好，我们再来往左边看，好。那这一种形状啊，比较大家常见的，像是这个正方的啊，他们都有出这种牛筋盘，那可以穿4条线，我这个只有穿2条啦，它可以穿到4条都没有问题。但其实我觉得2条的效果就很好了，不一定要穿到4条，会比较浪费一点点，2条就蛮够用的。好，这一种的话，有用过日系的，好像是这个 Makita。或者说这个Steel 等等这种比较国外大厂牌的，那他们现在都会出这种半自动的出绳或全自动的出绳，就是你割到一半的时候往地上一敲，它的绳子会自动的往外拉出来。那它这种的话就是比较我们偏向我们的尼龙绳，我们常在绑东西这个尼龙绳。那这一种的话，因为在国外的话，你要很常去整理你的花园啊，所以说他们很长，可能每个礼拜或每2个礼拜就会割一次草。那他们的草都比较嫩一点点，比较细比较嫩，所以说用这种牛筋绳会比较好割。那你看为什么台湾都是用这种比较粗一点点的？第一个，针对我们台湾的环境，很多都是长到非常密、非常杂，或者是很高，草很高，大家才会割草。就是习惯不一样啦。甚至关于我们的我们没有这个法规会去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割草，但是在国外他们是有法规在规定的，所以说台湾的话基本上都是等到比较高一点的才在割，所以为什么我们都做的比较粗一点，比较长一点，这个是有针对不一样的国家他们的设计不同，所以说你看在国外为什么他们都用这么细，为什么在台湾都用这么粗，多少都有一些差异啦。好，那像这个是正方的，他们的专利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绕盘，它的牛筋绳呢可以缠绕在里面。那这一种的话，比较适合汽油引擎，汽油引擎。那这一种的话就是职业在用的，因为他们的割的时间很长，他们没有时间他们一直换绳子，所以他们会买这种一整盒，像这种1磅的有没有？甚至有更大卷的。他们就是自己在上面绕一绕，然后只要一短的再自己拉，自己剪这样子，会比较快一点。他们为了要节省成本还有效率的问题，所以他们会买这种绕盘。那这一种的缺点就是比较重一点。这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基本上这个都是职业的首选，算是职业的首选。好。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穿越他们自己出的这一种复合式的，有刀片，也有牛筋绳。那它这一种刀片的话呢，就是针对打到石头的时候啊，它会自己歪掉，然后靠离心力再自己甩出来。这一种，
好，这种就是例如说打到墙壁、打到树啊、打到石头啊，好，它会自己弯掉，好，然后再靠引擎的速度呢把它甩出来，好，就是这样子。那这一种的话，就是比较适合，例如说你的石头不多，但还有一些石头你不太知道、不了解，好，不知道你的地形的问题，好，那你也可以用这种复合式的。那像这个是东岭他们自家出的。好，这个叫做尼龙刀，那一样，这个原理一样，去打到石头啊，它就是会自己散掉，会自己歪掉，然后再靠这个转速呢，再把它拉直。好，那这一种的话，它的就是叫他们叫做尼龙刀。好，那他们说这一种的话，就是介于刀片跟牛筋绳之间，好，又有刀片的锋利性，然后又有牛筋绳的安全性。好，所以说这是他们自己出的这种尼龙刀的这个刀盘。好，接下来到我们的重点哈，就是针对不一样的地形，好，我应该怎么去挑选我的刀具？好，针对于各式各样的牛筋绳，好，牛筋绳的话，适合什么样的地形？首先第一个，你的这个草是属于比较嫩的嫩草，或者是没有这么密集的这个杂草，好，没有这么密集的杂草。或者是说，你对于这个地形你不了解，你不知道里面的石头多还是少，那你就先用牛筋绳。好，牛筋绳主打的就是安全，好，安全，好，然后再来，什么样的人适合一字刀？好，例如说在你这个这大概在膝盖好到我们的腰之间都可以使用我们的一字刀、三角刀片。这个漩涡型的刀片等等，好，这些都可以使用。好，比较密的杂草也可以，好像是韩国草、台北草等等，也有人用一字刀在割，都有。好，那圆盘锯适合什么样的人？第一个比较注重切削的，例如说竹子、灌木，好，基本上都是在大概3公分以内，都可以把它慢慢的切掉。好，它主要的这个主要就是针对于一些比较粗的树木，好，例如说灌木啊、竹子这些等等。好，那各式各样每一种呢，都各有各的它的这个特性在啦哈。然后甚至有这种复合式的，好，针对于就石头没有这么多，好，然后也可以来使用这一种好复合式的。好，那如果说你是买特殊的机种，例如说有一些木田的啊、steel 的啊，他们就是这种半自动的出绳，好，那你就是要买他们的这种。好，买他们这种刀具，好，尼龙绳的刀具，然后也要买他们的绳子，好，所以说，大致上，好，简单的分类就是这样子，好啊。如果说你是像芒草啊，好，或者是说这种比较高的，你也可以用圆盘锯，好，或这种多齿状的，好，漩涡型的刀片。好，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好，那我的话，因为我不是职业割草的，好，我就只能依照客人的经验以及我自己在割草的经验，好，比较偏主观啊，好，比较主观的这个看法。好，那大家如果有比较客观的看法，或者是说你是职业的，好，你也可以分享给大家知道一下。好，那你们大家都用过哪一些刀具呢？或者是你觉得哪一种特别好用，适合在什么地形？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好，让大家有一个更多的一个了解以及讨论。好，那我们是汽水农机，我们下次见，拜拜。